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器官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现在很多25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开始记忆力衰退，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困难，想要学习新知识，却感觉无法掌握，这是为什么呢？大脑的记忆力是如何退化的？我们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大脑记忆力呢？欢迎收听读书源泉，每天一起读一本好书，寻书中黄金屋，赏书中颜如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是《拯救记忆》，作者是丹尼尔·亚曼，他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的最受欢迎的精神科医生之一。亚曼医生也是智脑计划的发起人。智脑计划就是通过一系列方法消除或减少对大脑有害的风险因素，从而提高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并且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效果。我们将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学习这本书。1. 什么样的大脑会出现记忆力衰退？ 2. 我们的记忆力是怎样形成的？ 3. 如何实施拯救记忆的智脑计划4步法。1. 什么样的大脑会出现记忆力衰退？通过观察大量人类大脑的图像报告，脑外科医生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的大脑和人脸一样能反映出年龄，而且很多时候大脑的年龄或人的实际年龄不一致。有些人可能才30多岁，但是大脑看起来已经老化得很厉害，而有些人可能已经50、60岁了，但是大脑依然保持着年轻状态。这说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大脑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个老化的大脑主要有2个特征，从外观上看，它的体积会缩小，大脑表面的沟壑也会变得更深更宽，就像人脸上布满了皱纹。从功能上看，大脑老化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记忆力下降。当一个人记忆力严重受损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病叫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它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性疾病，就是大脑的一种老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逐渐失去对过去事物的记忆，到了晚期，甚至连自己或者家人都会忘记。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有多普遍呢？据统计，全球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在美国约有 15% 的人将来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医学上还没有针对这类病的特效药物，而神经细胞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细胞，所以预防胜于治疗，而且越早采取行动，效果才会越好。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纪，哪怕是30岁、40岁，都要开始重视大脑的记忆力和健康问题。2. 记忆力的形成机制。记忆力的形成涉及3个阶段，分别是编码、储存和提取。编码是记忆力的基础，它要求大脑对经历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你可能不记得去年3月19日的工作内容，因为那一天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是你一定记得你第一次来单位上班的情况，因为那一天对你很重要。因此，当我们给某些事情赋予意义时，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记住它，并且记忆也会更持久。储存是记忆力的过程，大脑不会像摄像机一样把记忆完整的储存在一个位置，大脑会把记忆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散储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比如你看了一个视频，声音会储存在一个区域，颜色储存在一个区域，画面则储存在另外一个区域。这就导致大脑在提取记忆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大脑提取记忆是从不同的区域提取，然后进行重组，它不像电影回放，而更像某种创造性的想象。所以对于一个记忆来说，如果你储存的时间越长，理论上你的重组就越不准确，很有可能会把去年和前年的事重组成了一件新的事。如果我们想要特意记住某些事情，就要经常的去提取这个记忆，反复刺激，这样这个记忆才会被更准确的保留。3. 智脑计划的4步法，如何保护记忆和大脑。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如何有效的保护记忆和大脑的方法。智脑计划的4步法中，第1步是认识风险因素。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潜伏期很长。比如，一个人突然发生脑出血，其实在这之前，他可能已经有了多年甚至几十年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吸烟、喝酒，而脑出血只是疾病最后爆发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健康，不管是什么疾病，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消除导致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同理，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健康的大脑，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所有可能危害大脑记忆力和健康的因素，并且逐一消除。本书共列出了11个危害大脑记忆力的风险因素。1、血液循环。亚曼医生接诊过一位患者，他是一位经营7家汽车销售公司的商人。在他找亚曼医生就诊的2年前，他曾经遇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车祸导致他昏迷，而且3次呼吸停止。幸亏最后他苏醒了，但是他的记忆力却逐渐下降，性格也和以前不同，而且还开始酗酒，人也越来越焦虑，然后就开始失眠。亚曼医生通过脑血液循环检查，发现他大脑的血液循环整体明显减弱，而脑血液循环不良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会出现严重记忆障碍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什么血液循环很重要？比方说，人的神经细胞就像田里的庄稼，而血液就像灌溉庄稼的水源。如果水不足了，那么庄稼自然就会逐渐枯萎，所以保护血管和血液就要像保护灌溉庄稼的水源一样。因为心脏控制着全身的血液，所以对心脏有益的，对大脑也肯定有益；对心脏有害的，对大脑也肯定有害。导致大脑血液循环减弱的原因中，有一些我们是很熟悉的，比如高血压、动脉硬化、高血脂等等，但有2点可能我们都从来没听过。第一，缺氧。这里所说的缺氧是亚曼医生在诊治患者中发现的，很多人都有过故意窒息的经历，最常见的就是憋住呼吸去潜水。很多喜欢游泳的人都尝试过这种行为，短期的憋气潜水可能对人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如果经常这样，从长远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大脑提前衰老，为未来患上痴呆症埋下隐患。第二，缺少运动。亚曼医生发现，如果一个80岁的老人每小时走路的速度是 1.6 公里，那么他活到90岁的可能性只有 10%。而如果他能够加快走路的速度，把速度提升到 5.6 公里，那么他活到90岁的可能性就提高到了 84%。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走得越快，寿命就越长，思维也会更加清晰；走得越慢，我们的思维能力也会越差。2、衰老。衰老是记忆力下降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主要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衰老的过程，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衰老的速度。亚曼医生曾经对比过2个人的大脑扫描图，一个是55岁的男性，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大脑健康，结果55岁就出现了轻度记忆障碍和抑郁症；另一个是80岁的女医生，她一直很重视自己的大脑健康，80岁了还经常去看病打网球。亚曼医生发现，80岁女医生的大脑状态比那个不注意健康的55岁男性的大脑状态要好得多。细胞衰老的机制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第一，与线粒体的健康有关。线粒体是大脑的能量工厂，它负责把氧气转化为 ATP 形式的能量。ATP 是一种辅酶，可以改善机体的代谢功能。如果线粒体效率低下或受损，人就会感到乏力，出现脑雾，感觉自己变老了。什么叫脑雾？就是人的大脑好像被一层雾笼罩，思维和记忆变得模糊。研究显示，当一个人从30多岁增长到70多岁时，线粒体的效率会下降一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痴呆症和帕金森病。另一个与细胞衰老有关的因素是端粒。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一个小保护帽。2003年，科学家发现，端粒长寿的人比端粒短寿的人寿命更长。那么，什么会导致我们的端粒磨损，变得越来越短呢？如果一个人经常吸烟，长期饮用含碳酸的饮料，摄入反式脂肪酸，这些行为都会让端粒缩短。还有一个影响衰老的因素是社交孤立。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性，而且这种社会性是基因决定的。所以当一个人感到孤单和与他人隔绝时，他就会对自己的身心和神经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学者对83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退休后无所事事的人比继续工作的人认知功能退化快 20%。这就是几个与衰老相关的因素，
包括线粒体、端粒和社交孤立。3、炎症。炎症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它是人体免疫系统对外界侵入的物质的反应。本书介绍了一种导致记忆力下降的慢性炎症，称为肠道渗透增加。这种炎症的主要诱因是肠道菌群失衡，而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生素的过度使用。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食用的大部分抗生素并不是医生处方的药品，而是来自于食物。据统计，在美国约有 80% 的抗生素被用于饲养动物，因此我们必须保护好肠道健康，否则就会患上肠道渗透增加。这种炎症会损害记忆力，影响大脑功能。这是因为肠道内有丰富的神经网络，而且它与大脑有直接的联系。4、遗传学。蛋白质是构成我们细胞的基本物质。正常人的染色体和基因都有固定的数量，如果染色体数量异常，就会导致健康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家族史的记忆障碍，那么他未来患记忆障碍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3.5 倍。基因就像潜藏在我们体内的种子，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发芽，这个发芽的过程我们叫做基因的表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而有些外界因素会激活一些本来不应该表达的基因，从而引起一些疾病，比如老年痴呆症。这些外界因素是什么呢？主要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射线和环境污染。5、头部创伤。大脑是非常脆弱的器官，我们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当一个人的头部受到冲击时，大脑会在颅腔内移动，而颅骨内壁有许多尖锐的骨突。大脑一旦碰到它们，就会被划破而出血和受损。大脑受损后恢复期很长，因为大脑表面会形成疤痕，这种疤痕不仅会干扰神经信号的传递，还会导致记忆障碍。更严重的是，有些疤痕还会异常放电，引发癫痫。亚曼医生特别提醒不要进行一种运动，那就是橄榄球。他对很多橄榄球运动员做过大脑扫描，发现这些运动员年纪大了以后都有明显的创伤性脑损伤。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做什么运动，都要首先考虑保护好大脑。6、毒素。人体内有专门的解毒系统，如胃肠道、肝脏、肾脏和皮肤。但是当这些系统超负荷运作时，我们就会感到疲惫、记忆力下降，甚至患上严重的病症。毒素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身体，都会对身体和大脑造成伤害，也会提高我们患上痴呆症的风险。导致大脑中毒的毒素有很多种，例如吸烟、酗酒以及一些化学物质。其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铅。铅是导致智力下降、记忆力衰退的重要毒素，如果添加在口红和唇膏中，就成了致命的异吻。2、8、自身免疫性或传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人体的免疫细胞错误地将正常的细胞视为外来入侵者而发动攻击，造成自身组织的损伤。例如，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免疫系统会破坏神经细胞外层的髓鞘，这种髓鞘就像树木的树皮，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损伤。由于髓鞘被反复损害，神经细胞会变得僵硬而失去功能。物理学家霍金所患的脊髓侧索硬化症也是一种类似的疾病，他的脊髓细胞被免疫系统持续攻击，导致功能衰退。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如肠道渗透性增加、压力过大、肥胖和睡眠不足。9、神经激素缺乏。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感到经常疲劳、缺乏活力，这往往是由于体内激素水平降低所造成的。我们的大脑、肾上腺、性器官和甲状腺共同协调时，它们分泌的激素水平适中，我们也会感到精神饱满。但如果有任何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我们就会出现不适的症状。例如，目前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在服用口服避孕药，而避孕药本身就含有外源性激素，进入体内后会干扰自身激素水平的平衡，进而影响大脑神经递质的释放，损害大脑健康。10、糖胖病。糖胖病是指同时患有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情况，这两种疾病都会增加患上痴呆的风险。亚曼医生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正常体重的老年人相比，
超重的老年人的脑容量要少 8%， 而且大脑的老化程度也要高16岁左右。这是因为体内的脂肪会分泌一些导致炎症的物质，而这些物质与抑郁和痴呆有关。另外，体内的脂肪越多，积累的毒素也越多。此外，肥胖症和糖尿病还有很强的相关性，常常同时发生。11、睡眠问题。良好的睡眠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大脑在工作时会产生一些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蛋白质，它们是大脑的废物。而大脑有一个专门的废物处理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天累积的毒素，但是这个系统只在我们睡眠时才会运行，白天则处于关闭状态。以上就是对大脑记忆和健康有损害的11个风险因素，包括血流量、衰老、炎症、遗传、脑部创伤、毒素、精神健康、免疫疾病、神经激素缺乏、糖尿病和睡眠问题。如果你想保护好自己的大脑记忆力，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它们的不良影响。智脑计划第2步，智脑饮食计划。本文将为您介绍4步法中的第2步，智脑饮食计划，即我们需要调整饮食习惯。有科学家对猕猴进行了长达25年的观察，他们发现摄入卡路里比其他猕猴少 30% 的猕猴寿命更长。因此，控制热量摄入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同时还可以促进体内产生促神经生长因子，对大脑有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饮食呢？书中提供了一种控制饮食的方法，叫做间歇性进食。具体的操作是每天要保证有12到16个小时不进食。例如下午7点吃完晚餐，那么要保证到第二天上午的7点前都不要吃任何东西。我们要定期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清除废物，也可以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得到休息。当然，我们并不推荐不吃早餐。如果一个人不吃早餐的话，他的胆汁就无法排出，长期如此很容易形成胆结石。我们可以把晚餐的时间提前，比如下午5点或者6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8点或9点吃早餐，这样你整体空腹的时间也在14-15个小时左右。既不错过早餐，不影响胆汁排出，还能控制体重，对身体很有利。此外，我们在饮食当中还要注意一多一少。一多指的是我们要多摄入欧米伽3脂肪酸。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芬兰北部的爱斯基摩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很少。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他们的饮食中会摄入很多深海鱼。这些鱼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这种脂肪酸是构成神经细胞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所以多吃鱼类，特别是深海鱼类，对缓解认知功能下降很有帮助。一少指的是我们要少吃麸质，麸质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工过的米、面、面包、饼干等等，这些都属于麸质。这些麸质在体内除了会转化成糖，在制作的过程中，它们还添加了很多增加面团弹性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人体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人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会引发糖尿病，让人的血糖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阻塞血管，特别容易引发脑梗死或者脑出血这样的疾病。而多摄入像坚果、木耳、绿叶蔬菜等食物对大脑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智脑计划第3步，训练大脑。大脑的使用情况和肌肉的状况有相似之处，如果长期不用，就会逐渐退化。因此，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我们积极学习新知识，就能像锻炼肌肉一样，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提高记忆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医生通过研究发现，普通人只要经过记忆训练，就能掌握记忆技巧，而这种技巧可以扩展大脑的记忆网络。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记忆技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有效的脑力训练就是不断吸收新知识，不断尝试新事物。我们大脑的潜能很大，它不会因为使用过度而损坏，它只会因为缺乏使用而生锈。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去学习一种乐器，比如钢琴。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从未弹过钢琴的人，他用10个手指弹奏，那么他的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可能只有1平方公分。但是对于一个钢琴家来说，当他用同样的手指弹奏时，
大脑被激活的区域可能会达到10平方公分。再比如，我们可以发现经常练习乒乓球的人，他们的思维也非常敏捷，因为这样的练习能锻炼我们的手部动作，并和大脑协调配合。所以你会发现运动能力强的人往往记忆力也强，这就是训练与不训练的区别。治脑计划第4步，强脑治疗。本书作者介绍了4种针对大脑受损导致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下降的病人的创新疗法，分别是高压氧疗法、经颅磁刺激疗法、脑神经反馈疗法和视听夹带疗法。本文重点介绍高压氧疗法的原理和效果。高压氧疗法是将病人置于一个高压氧舱中，让他们吸入高浓度的氧气。在高压氧舱中，氧气的压力是正常大气压的2倍，这样可以使氧气溶解在血液和其他体液中，从而增加氧气的输送量。这对于缺血或损伤的大脑组织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促进大脑的自我修复。因此，高压氧疗法常用于治疗脑外伤或一氧化碳中毒等导致大脑缺氧的情况。我们应该重视大脑的健康，及时发现和消除影响大脑记忆力的风险因素，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提升大脑的记忆力和功能。让我们从今天起，用治脑的方法为自己的大脑做些有益的事吧。今天拯救记忆这本书到这里就解读完了。听了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欢迎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我们下个视频见。